我跟他15年恋爱长跑，陪他从无到有，我们好不容易订婚，却在2天后发现了他和他妈妈与他白月光的相册。我想不通为什么伺候了他妈妈8年，也想不通我为什么喜欢了他15年。我悄悄撤销下一阶段的康复治疗项目，变卖了所有我花钱买的东西。江小姐，你确定康复项目以及专家问诊全退吗？是，都退了。我电话挂断，我看了看相册，又看了看松了的床头柜，要不是这块木板松了，我恐怕一辈子都发现不了这些照片。我数了一下，整整90张，从漫天飞雪的长白山到波光粼粼椰滩，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脱俗隐士的鼓楼，一年四季，全国各地，各不相同的背景，雷打不动的3人组，还有隔3差5梁启柏在照片后面写下的求婚话语：暖暖，嫁给我好吗？我摩擦着字迹，甚至能想到当时梁启柏会怎么做，只可惜我不是照片中的女孩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我和梁启柏是大一时正式在一起的。那一天，梁启柏立下壮志豪言，要20年内走遍祖国大好河山。我一直以为他忘了，毕竟他没有带我旅游过一次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当年的那句话压根不是说给我听的，是说给他的青梅莫暖心听的。8年前我放弃外企机会时，朋友看我的眼神很复杂。他说梁启柏若真有心，就该自己想办法照顾半身瘫痪的母亲，而不是直接让你与他又哑又瘫的妈见面。我当时没有听进去，可偏偏一语成双，我像傻子一样活了15年。我断断续续地呼吸着，胸口堵得难受，不知是因为梁启柏的欺骗，还是气自己的迟钝。我平复了好一会情绪，才将相册塞了回去。我第一时间把这间房子水电费的自动续费给关了，又给自己订了2天后的机票。这些年，为了更好支撑梁启柏妈妈的康复费用，我除了接海外翻译的活，还给附近的小孩辅导外语。突然暂停辅导，总该当面和家长解释一下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打开跟梁启柏的聊天框，准备提分手，却发现他2个小时前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今天是他们回来的日子，也是那本相册即将拥有第91张照片的日子。梁启柏发语音问我到哪了，我反复听了3遍，终是没忍心让他和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在郊区待着，边骂自己窝囊，边换衣服出了门。等我赶到机场时，我看到了莫暖心。我没下车，按了2声喇叭。梁启柏注意到了这边，敲了敲车玻璃，示意我赶紧下来搬人，而他则是绅士地拉开车门，让莫暖心坐了进去。我通过后视镜看向后面的莫暖心，许是察觉到目光，他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露出了手指上的钻戒。嫂子好，我和柏哥从小一块长大，这次偶然遇见了，干妈就邀请我一起回家。你别误会，如果是之前，我多多少少会不高兴地点他2句，都是女人，是勾引还是正常接触，我还是能分得清的。可现在我只是无所谓的笑了笑。梁启柏推着他妈过来了，拉开副驾驶的门，把他妈放了进来，随后看着还坐在驾驶位上的我，讥讽道：你腿断了还是耳聋了？梁启柏拧眉不满，隔着副驾驶要拉我。莫暖心连忙要下车说交给他就行，你别下来，这东西这么重，你没弄过贸然用力伤到肌肉怎么办？一瞬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炸开，苦涩溢满胸腔，浑身的血好像都停了。原来他是会关心人，原来他也是知道那个东西沉的。当年他觉得折叠轮椅不安全，电动轮椅太贵，非要买个实心的。我每次上下台阶时总拧得胳膊疼，曾经我无数次和他强调换一个轻便的，可总是被他以他妈安全为由义正言辞的拒接，甚至在我自己掏钱买电动轮椅时，也会被他扔掉。8年了，我的手臂早就落下暗伤。我从一开始的生气和委屈，到最后的妥协，甚至自我欺骗，他只是不懂，他只是觉得我可以。可现在我彻底骗不了我自己了。梁启柏的妈将手搭在我胳膊上，用着一副疼惜的眼神看着我。若不是我看到了照片背后他给梁启柏和莫暖心写的话，我是真的以为他把我当成亲囡囡，但事实是在他眼里，只有莫暖心才配当他的儿媳。莫暖心下了车，不知道在梁启柏耳边说了什么。一路上，2人坐在后排低声附耳，时不时露出些恋人间的调笑。梁启柏的妈妈也扭头微笑，整个车上仿佛只有一个多余的司机。我还是乱了呼吸，止不住地踩着油门，一次次加快车速。梁启柏是教师，我却居家办公，为了不打扰他工作，也为了及时发现他妈妈的需求。8年来，我都是和他妈妈睡在一间屋子里，而眼下，梁启柏去了客房，莫暖心去了次卧。我盯着天花板出神，片刻后起身拿起了梁启柏妈妈的手机，习惯性地按上自己的指纹解锁，居然被锁屏了。用对方的指纹打开了手机，却是另一个界面。梁启柏和莫暖心的照片就那么明晃晃地亮着，刺得我眼疼。我打开他和梁启柏的聊天框，2人句句不离莫暖心，一笔一划皆是疼惜。我看到了3天前的一条消息，妈，姜穗慈又问我结婚的事情了。我问了律师，和他结婚百利而无一害，但您放心，儿子知道您到底满意的是谁。不愧是妈生的，脑袋就是灵光。咱家2代从师，怎么也算半个世家，再怎么论也不会娶姜穗慈这种连正规学校都进不去的女人。我滑屏的手指顿住，世界霎时安静到了轰鸣，手机也顺着手心滑下。我想将它放回原处，可身体却止不住的发颤，泪水顺着眼角滚落。我下意识的想抱住自己，
我以为梁启柏在我生日那天提订婚，是想给我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只是确定好了自己不会吃亏，难怪呢，没有彩礼，也没有3金，亏我还傻傻的以为他是想结婚当天给我。第二天是梁启柏他妈妈做神经康复以及挑喜糖和婚纱的日子，一觉醒来，那老太婆正伸手在自己鼻子面前扇风，我知道那是让我给她换纸尿裤的意思。见我看过去，她立即露出自责又愧疚的表情，但我看过她的手机记录，记得她言语里的不屑，不会再对她的反应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。今天我不会给她换，以后更不会。我吃完早饭出门去见了学生家长，明天就要走了，今天得和人家解释清楚，家长不愿意让孩子更换老师，问我能不能以后线上授课，得到肯定答复后，当即表示请我吃点东西，并商量下线上授课的具体形式。而在餐厅，我遇见了梁启柏和莫暖心，两人紧挨着坐下。梁启柏绅士的把莫暖心的头发别到耳后，我没过去，我想给彼此留点体面，跟学生家长交流完细节，打算走时，梁启柏看到了刚站起身的我。江穗慈，今天是我妈做检查的日子，你一个30多的中年妇女就为了吃醋监视我，让我妈一个又哑又瘫的人自己在家自生自灭，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去，要真耽误了我妈的治疗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和我结婚。但我也懒得和她声嘶力竭，正过身朝家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离开的时间了。梁启柏眼底闪过一丝愕然，随后是被忽略的暴怒。我跟着家长离开了，梁启柏许是以为我心虚要回家伺候他，声音也不再暴怒，而是换成了懒散的讽刺。明明和暖暖一样的年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比人家差这么多，邋遢成这样，也就我还念旧情要你。我猛然顿在原地，我过往的15年到底都在做什么？我回过头，他们两人已经坐了回去，见我看过来，莫暖心还往梁启柏那边靠了靠，梁启柏也没说什么，手自然地落在了对方腰上。换做以前，我绝对难受，说不定还会冲上去给他一巴掌，可现在突然就没感觉了。我没说话，转身去了二手家具回收处。我曾经真的想和梁启柏共度余生，也曾怕梁启柏的妈妈一直好不起来，我们也一直买不了自己的家，所以那栋房子在我住进来后添了好多的东西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就把那里当成了归宿，可现在我要走了，那些东西也该被收回来了。晚上我刚收拾好行李，两人约完会回来了。嫂子，你别不高兴，柏哥就是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什么样的喜糖，这才拉我一起去逛的。说着给梁启柏使了个眼色，又看向我笑了一下，便朝次卧走去。梁启柏将塑料袋放在了我面前，弯腰时露出了领口内翻处的口红印，他眼底有几分愧色，开口没了先前的讥讽，每种都要了点，你挑挑看喜欢哪种。我瞥了一眼，里面不是散糖，也不是喜糖，真够敷衍的。梁启柏嘴抿了又抿，似乎是刚偷腥后的愧疚让他罕见的没有当场发作，而是好脾气的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管药膏。白天我就是想给你个教训，我妈年纪大了，经不起你折腾，拿着吧，特意给你挑的护手霜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栀子花味，莫暖心身上的味，不用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味道。接二连三的拒绝，梁启柏耐心彻底耗尽，直接把护手霜摔在了地上。江穗慈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把我妈独自扔家里，你还有理了？你是不是以为订了婚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？暖暖是我妹妹，她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我陪陪她怎么了？就一个糖，非得和你买才叫喜糖是吗？梁启柏说完，他摔门进了次卧，从始至终他都没留意到沙发旁的行李箱，更没有留意到私下里少了的东西。看了眼时间，我提前打车去了机场附近的宾馆，8年来头一次自己睡一张床，激动的我一宿未眠。次日早早到了机场，我坐在大厅里刷起了朋友圈。我之前一直很忙，忙着伺候人，忙着挣钱，眼下突然静下来，连刷朋友圈的手都带了些无措。梁启柏昨天下午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，年少的梦终将圆满，配图是情书和电影票。我顺手点开梁启柏的聊天框，分手的消息还没发出去，他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按下接听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对面语气着急的质问，谁允许你把下个疗程的康复项目取消的？现在是治疗的关键时期，一旦取消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你立刻给医院打电话把费用续上，30分钟内如果办不到，婚礼取消。电话猛地挂断，我嗤笑一声，他要是真在意，给我打电话的功夫就把那几万块钱交上了。我神情淡漠地给他发了分手信息，转身上了飞机。分手的心痛虽然后知后觉地刺激我的神经，一遍遍为我惋惜过往15年的青春，可我脑中更多的是对行程重点的期待。目的地不是飞机能直达到的，他需要在下飞机后换乘其他交通工具。我在镇口下了车，搭上当地的小三轮，坐上露天小三轮的那一刻，我蓦然生出一股子浴火重生的释然。这里与过往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建筑不同，美食不同，服饰不同，人也不同，仿佛我又回到了大学，仿佛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伸开双臂，感受微风划过肌肤。到了地方，我根据村民的指引朝着茶园走去，同时也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接通后发现是莫暖心，对面带着哭腔，语气里全是着急。嫂子，你在哪？伯母摔在地上了，柏哥去上班了，我一个人抬不动伯母。那天晚上我看聊天记录时，手机就自动打开了省电模式，想来老人要给手机充电的时候摔了下去。
想起登机前梁启柏电话里的威胁与着急，估计他都没想到我不仅没交钱，连回都没回去，心底忍不住替自己感到不值。我淡淡开口，抬不动就给你柏哥打电话或者打急救，给我说有什么用？我迈开步子继续朝茶园走去。大二时第一次见到满山的茶，我生出了留下的念头。我站在山坡上，刚想规划未来，莫暖心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嫂子，你快回来了吗？柏哥马上要开公开课，回不来。伯母一动不动的。我有一瞬的错愕，没想到梁启柏竟然会拿他亲生母亲的安危做赌，出了这种事竟然还能气定神闲地参加公开课，那我就更没有管的必要了。我回不去，你要打急救就打，不会就向上天祈祷吧。说完我挂断了电话，反手将莫暖心的号码拉进黑名单。这一刻我忽然有些庆幸，我和梁启柏只不过是男女朋友，要是我已经和他结了婚，想走却不能这么干脆了。本以为好不容易和我分手，再加上他妈的病情，我和梁启柏短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了。可没想到我刚在镇上旅馆里迷迷糊糊的躺下，他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条件反射的就想挂断，可颠簸了一路，困意袭来，我迷迷糊糊的点了接听。下一秒，他失去耐心暴怒的声音在这间小屋子里响了起来。江穗慈，你什么意思？不交治疗费就算了，你还把家具给卖了，我不就是忘了和你去置办婚礼吗？暖暖大老远跑过来，我陪他看个电影吃个饭，怎么了？我和暖暖从小一起长大，睡一觉又怎么了？你该庆幸我妈这次没什么大碍，我也成功评上了特级教师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猛吸一口气，压下想将手机扔出去的烦躁。梁启柏，我冷声道，你是看不到我给你发的消息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们梁家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给我打电话了，不然我就找律师起诉你们，要求退还以前的治疗费。没等他开口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反手将他的电话也拉进了黑名单。这是我第一次和梁启柏彻底撕破脸。挂断电话后，觉得身上的疲惫都减轻了大半。等我从深度睡眠迷迷糊糊要醒来时，又一则电话打了过来，以为是村长问我到了哪里，没想到是梁启柏他妈打来的视频电话。对方穿着蓝白色的病号服，红着眼，颤颤巍巍的给我打着手语。我挑起眼皮看了一眼，大致在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如果有需求一定要提出来，一家人要一起克服。这老太太是挺会演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心甘情愿的照顾她这么多年。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出声道，确实遇到困难了，缺个几百万，你帮我凑吧。对面沉默了几秒，随后莫暖心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嫂子，你是不是因为我跟柏哥吵架了？都是我不好，你别跟他吵架了，他找你都快急疯了，到处找人问你的位置，你在哪？我去接你吧。我伸手将视频切换成了语言，直起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梁启柏找我，绝对不会是为了挽回这段他毫不在意的感情，他找我无非是想把钱都用来他们一家三口旅游。于是我开口冷声道，你已经赢了，没必要在我面前演戏试探了。放心吧，我和梁启柏已经彻底结束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。你既然那么喜欢他，就趁早和他结婚，这样你也就不怕有别的女人让他日久生情了。说完，我挂断电话，将联系方式加入了黑名单。洗漱完，我再次坐上小三轮朝村子驶去。昨天村长问我是不是喜欢种茶，他允许我随意上山选一块地种茶。我想了又想，发现自己喜欢的是满山的茶叶，是它们绿意盎然的样子，是它们飘香的样子。我想生活在这里，帮他们销售，让这片茶园永远生机盎然。此时各色新鲜的事物让我将一切都抛之脑后。偶尔看到一对你侬我侬的情侣，我才醒悟15年前他和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没了更好的选择。那年他父亲欠钱病逝，从小恩爱的青梅也与他分手，他无路可走。8年前他虽研究生毕业，开始步入工作，可他妈妈瘫痪，他舍不得我这个劳动力。梁启柏对我从最开始就没有爱意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我结束茶园的指导任务，准备回去时，意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神情不悦地连起了眉，刚想从另一条道路溜走，一旁不知情的村民热情地给他指了我的位置。江穗慈，你这么躲着我有意思吗？我们已经订婚了，算是半个法律上的夫妻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？我没想搭理他，转身走向一旁另一条陡坡，打算避开他。可梁启柏已经通过后面小路大步走了上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没事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嘛？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找到你？要不是你大学室友说你很喜欢这里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你。梁启柏的声音克制又暴怒，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又带上了些无奈。你要取消订婚？为什么？我不是已经和你解释过了吗？暖暖就是我一个妹妹，你要是不喜欢我，日后不见她就是了。你别闹了，妈的病情加重了，现在谁也不见，天天就盯着门，看是不是你回来了。我嘴角划过一抹冷笑，用力甩开他的手。别说他妈，就算是他快死了，我都不会有一丝心疼。分手还有为什么？不喜欢了呗。梁启柏，好聚好散不好吗？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还用我说吗？整整91张长达8年的3人组照片，后面都有你求婚的笔记。你深情至此，连钻戒都早早的给他买了，还来我这装什么？话音落下，梁启柏脸色瞬间惨白，下一秒就成了红温。你趁我们不再偷翻东西。江穗慈，那是我家，谁允许你乱动的？我忍不住嗤笑出声。
梁启柏，你还真是让我看不起。那既然是你家，我为什么要回去？许是意识到自己失态，梁启柏的脸色缓了缓，想再拉我的手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眼里是不加掩饰的厌烦。你回去吧，和莫暖心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来找我了，挺恶心的。15年里，这是我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态度明确，语气决绝，可他却依旧笃定了我在吃醋，声音软了下来，甚至带了几分讨好的意味。你跟我一起回去，相册的事情我可以和你解释，那不是我的本意，你知道的。我妈喜欢他，所以我才配合着拍照片。我们之前已经15年感情了，不是亲人，但胜似亲人。这么断掉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满脸烦躁。你听不懂吗？我们分手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我也一点都不觉得可惜。和你相处的那15年，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。似乎到了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我不是在和他开玩笑，伸出手想拉住我，我直接推开，大步离去。梁启柏刚追了2步，手机铃声却响了。梁启柏接了电话，语气带了些许不耐烦。又怎么了？柏哥，家里突然停电了，连网都没有了，会不会是有人在外面蹲点？柏哥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本以为梁启柏会离开，可没想到他在镇上留了下来。自从上次他意识到我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后，态度比以前好了不少。我们2个的关系似乎又回到了最好的那一段时间。碎碎，我记得你读研那会就喜欢吃这个小香菇味道的包子，我买回来了。我看了眼包子，突然意识到我该换地方了。我喜欢的是一眼无边的茶园，可天下偌大，不光只有这一个茶园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将手机横屏摆在了我面前，耷拉着头，也不说话。我看向屏幕，里面正是他妈，脸色暗沉，眼睛里还有红血丝，精神低迷。瞧见我正在看他，连忙打起了手语，话里话外全是对我的思念与悔恨。他说他知道错了，是他老糊涂了，他想让我回去，他不想住院了。这里照顾人的护工压根不把他当人看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合着梁启柏留在这是他妈妈逼的。莫暖心肝不来伺候人的活，给他找了个超低价护工，可护工是一个负责好几个的，丝毫不维护他的自尊，只保证他身上的干净。关我屁事，你要是为这事留在这就可以走了。碎碎，毕竟15年，你就一点情分都不顾了吗？那我给你打折，1月5万，我就跟你回去干之前的活。梁启柏不说话了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闲碍眼直接关上了门。第2天，梁启柏就走了，我乐得清闲。又过了2个月，听到梁启柏妈妈在1周前突然去世了，而她去世后，梁启柏和莫暖心快速领了证。我解开黑名单，一则则消息立刻弹了出来，都是梁启柏妈妈发的。我快速浏览着，最终停在了最后一封短信。那道很短的字上：碎碎，奶奶的肉有虫了，活不了了。我说不出来到底什么感觉，默默将手机熄了屏。他死后100天，我还是回了那座城市，说不清原因，可能是死者为大，也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给我手机号充的那8314块钱，又或者那8年他只是骗了我，但过程中并没有折腾我，他是真的想重新站起来。吃药锻炼也都是那群病人中最积极的。我向室友打听了目的，过去给他送了一束花。回去的路上，我见到了梁启柏，此刻却是精气全无的样子。莫暖心也在旁边，他倒是和以前没什么两样，就是脾气变得暴躁了些。我们之前说好了的，1个月去旅游1次。梁启柏，你这是第几次放我鸽子了？你以为我想，你但凡能和碎碎一样把家里处理好，我至于现在这么累吗？我不求你和他一样能挣钱，你就把我衣服收拾好就行了。梁启柏说的暴躁，那份厌烦和之前对我时简直如出一辙。莫暖心气急，当即甩了他一巴掌。是你说的你能养我一辈子，我为你把工作都辞了，千里迢迢来找你，你就这么对我的吗？我笑了，眼中不带一丝温度。梁启柏当然能养莫暖心一辈子，可前提是有人能给他交房租水费，给他花柴米油盐，这样他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浪漫上。我不想看见他们，转身离开了。可没想到过了2条街，意外和梁启柏打了个照面。他看到我先是震惊，随后立刻红了眼眶。碎碎，你原谅我了对不对？我以为我会觉得恶心，可真面对面见上了，却只有茫然与生疏。碎碎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从你那回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在家里看见你，仿佛你从没离开过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是有苦衷的。我爸早死，我妈抚养我不容易，我不能一点不考虑他老人家的感受。碎碎，如果当时我及时和你坦白，如果我早点和你求婚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好好的？他提到求婚，我停下了脚步，摇了摇头。你不会，朝三暮四是你的本性，你今天后悔无非是因为你的青梅染了烟火，坠了地，发了霉。他猛吸一口气，瞪大眼睛盯着我。碎碎，我们15年的感情，你真的能彻底舍下吗？我嗤笑一声。梁启柏，你毁了我15年青春，若15年后的今天，你对我依旧有今天的感情，我就原谅你。真的吗？梁启柏似乎很激动，眼里的泪簌簌滚落。我看得无悲无喜，只想快点离开。15年后，他能找到我再说吧。